大家好，我是曼大。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20集。影片制作时间是2025年9月12日。手上有债，不怕股灾。股债平衡虽然赢不了大盘报酬，却能让你赚得安心，睡得安稳。今天的影片，曼大先带大家来看本周放空惨亏1650万，不得不认赔杀出的惨案。这个警示案例值得大家引以为戒。本集影片还有3个重点：第一，为什么长期投资才适合多数投资人，经常可以胜过短线进出？第二， Fed Watch 美债降息预期，降3码大概是稳了吗？第三，曼大美债现况以及正在进行的操作。今天曼大就这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投资就像马拉松，稳定获利才是能笑到最后的冠军。没想到台股美股在创新高的同时，竟然也有人会惨赔出场，实在是令人错愕。开头我们先来看一个劝世案例。近日社群流传一篇空军毕业文，作者操作台指期货空单，最后亏损近1650万元，人生在40岁归零，只能黯然从投资市场登出。他选择做空的原因是很多财经网红分析，历史上9月通常会跌，他认为高点就是之前的高点24400点吧，于是便开始做空，一开始还有赚，他就持续加码空单。没想到上周收在高点，让他非常不安。结果本周前3天就累计涨了约800点。他在周3一直祈祷会开高走低，没想到一天就涨了400点。他原想再撑一下，不过由于已经补了很多天保证金，手头银弹不足，再加上美股仍未创高，若美股继续创高，不知道台股又要涨多少点，且下周降息机会大，他便认为不太会跌了，只好抱着少赔一点是一点的心态认错全砍。他表示，若有人要把他的毕业文当成讯号，他只能透露，他也是看到空军毕业文才做空的。他最后劝世，与其迷信这些，不如记得他用人生学到的经验，不要预测高点。这个劝世案例，就是想要赚快钱的反面教材。曼大已经多次分享，要避开你的短线思维，让时间成为你投资路上的好朋友。这个案例会一次短时间亏1650万，当然是想要短时间赚1650万所导致的。长期投资比短线投资轻松多了， CP 值绝对比较高。刚刚看完劝世案例，非常适合复习。长期投资经常能胜过短线波段。看到部分more耐心的投资朋友，经常小资金短线冲来冲去。我说的小资金，大概是获利1万元以内。以曼大的经验来看，短线获利跑来跑去，通常你的持股突然飙起来的时候，你已经下车了，主升段的获利完全与你无关，这不是太可惜了吗？以台积电为例，21年到23年间，持续在500、600元横盘震荡，但是2024年1月，台积电突然开始飙起来，仅仅半年的时间，从不到500多直接涨破1000元。曼大身边走短线套利模式的朋友，通常在台积电600元附近时，他们就全出掉了。600到1000元这段主要的涨幅，他们完全吃不到，非常的可惜。长期投资，让时间复利帮你累积资产，是最轻松不过的事情了。短线交易就像天天跟赌场玩压大小，但庄家会每笔收手续费扣血。长期投资像是持有会自己长大的果树，时间、复利与成本结构天然偏向长期投资一方。短线赢家能长期存活的人非常少，当然 P295 以上的短线高手大有人在，但是他们付出的心血绝非一般人可以比拟。回到美债主题，2025年9月11日 CPI 开讲，整体 CPI 通膨年增 2.9%， 符合预期的 2.9%。 美国 CPI 月环比上涨 0.4%， 高于预期的 0.2%。 美国核心 CPI 月环比上涨 0.3%， 符合预期的 0.3%。 核心 CPI 年增 3.1%， 预期为 3.1%。 CPI 数据基本上符合预期。 CPI 数据公布后，降息一码几率升至 92.5%， 市场目前预期今年降息3次，对股债整体而言都是好消息。4月股市大跌，曼大早在之前就设定了卖债换股价位，685L 设在成本价 77.4 元以下，00830设定在 40.5 元以下。4月对等关税恐慌，股市急杀。在这一波下杀当中，曼大学到宝贵的操作经验，一旦换股机会来临，必须遵守纪律，按计划卖债买股。
即使债券部位仍在亏损状态，也一样要采取行动。曼大在4月之前就拟好缓步卖债换股计划。当时假设 685L 一定可以站回 77.4 元以上，用这样的假设拟定换股计划，每跌 10% 就换股一部分。如今判断正确，换股计划成功。用9月12日 685L 盘中价 101.7 元计算，50正二换股部位获利 64.3 万，扣掉美债正二认赔的 14.2 万，损益正50万。除了换股 00685L， 曼大已经多次在板上分享，曼大看好半导体的长期的发展，因此拟定了部分00830换股计划。除了卖债换股之外，曼大也自己补了4张 33.46 元的国泰费半。曼大在拟定计划时，是假设00830一定可以回到 40.5 元以上，用这样的假设拟定换股计划，判断正确，换股计划成功。用9月12日费半盘中价 46.53 元计算，换股部位获利 15.7 万，扣掉美债正二认赔的 2.6 万，损益是正13万。由于国泰费半在元大证金质押利率只有 2.48%， 我把830线上汇拨到元大证金质押，截图是8月12日的损益，并非9月的库存。台美股市持续创新高，当然股市还会持续再创新高，但我们也要预做准备。倘若不久的将来，股市迎来今年4月、去年8、9月的快速回荡，我手上倘若没有子弹，我就没办法出手捡便宜。原则上持股只有小部分获利了结，加上增贷的金额已经拨款，目前手上已经有足够的现金。倘若股市快速下杀也不怕，股市继续创高，曼大资产继续破纪录，股市反转，也已经有美债部位，还有手上的现金，准备进场来布局。这就是曼大喜欢的投资节奏，进可攻，退可守，跟时间做好朋友。我们看美债 ETF 实战第5集，2024年9月6号的美债市值损益，曼大债券损益最高光时刻，损益来到正119万。美债损益最高的时候是在2024年9月11日，损益最高约140万。如今1年的时间过去了，美债 ETF 部位回荡150多万，用报酬率来看，大概拉回 14%。8月13日，美债账面上亏损89万 ，TLT 亏损3179元美金，美债账面亏损记录是负132万，加上换股已实现亏损 16.8 万。6月初时账面亏损约150万，今天是9月12日，美债账面上亏损 32.3 万 ，TLT 亏损2239元美金。目前曼大的美债含息亏损已经缩小到负 3% 左右，美债即使日前最高曾达负 15%， 曼大其实也不太担心，凭实稳领股利，维持避险的初衷，耐心等待大事发生，不着急也不害怕。请持续追踪我们慢好频道，大事发生时，你就会看到曼大的卖债换股，将资金放到更有效率的股票市场。以上就是我们这集的全部分享，未完待续，我们下集见。曼大的1000万布局计划已经在 EP2 到 EP7 说得非常清楚，会员可以考虑在1个月的时间内，将曼大的布局计划做完整的记录，每半年或1年再回来慢好频道，或者在股灾来临的时候再回来慢好频道加1个月会员，参考曼大师如何在股灾时有计划，别人恐惧我贪婪，心理素质完善的将资金投入市场，届时曼大或可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用1个月会员看股灾半年或1年的会员影片，这样做的 CP 值比较高，不需每月都付会员费，千万滚雪球会费 YT 平台抽成 33%， 对会员和曼大都是非常高的抽成比例。我不是想靠会员订阅费来过生活，单纯是对投资非常有兴趣。曼大过去花非常多时间与精神做功课，勇敢的尝试并确认房贷套利的可行性。1个月的会员费大概是买一本书的概念，用来学习曼大怎么用过去10年累积的经验，如何稳健布局1000万新台币的资金， CP 值应该是高的。我使用合作伙伴的1000万房屋增贷资金，手把手示范怎么在现在的股市创新高或将开始进入股市反转的情况下，妥善的规划资金，从零开始一步步的，直到把1000万资金全部投入市场，往后每年用投资的获利来帮忙缴房贷的本金加利息。你可以参考曼大的示范案例，
按比例设计你的布局计划。